十幾年前，台灣的米粉集體改了名字，不是換包装，也不是換廠商，是包装正面那個品名不能再照原樣寫了。這件事發生在民國103年，也就是2014年，到今天已經十幾年。很多人家裡吃了幾十年的那一包，中間其實換過名字，只是從來沒有人特別去注意。炒米粉這一道菜在台灣家庭裡的分量很重，過年圍爐有它，拜拜的供桌上有它，辦桌的第一道常常也是它，婚喪喜慶家裡有客人，一鍋炒米粉端出來就是體面。這麼熟的一樣東西，包裝上的名字換掉了，居然很多人到現在都不知道。時間點一定要先講清楚。今天貨架上如果標的是新竹米粉，依照現行規定，含米量要達到100%才可以這樣寫，那是合法的標示。這一支影片講的是十幾年前那一段往事，不是在講你現在買的東西有問題。這一句話先說在前面，後面的內容才不會聽歪。還有一件事也要先講，這整件事情從頭到尾都不是有毒沒毒的問題，是名字的問題，是包裝上的名字有沒有跟裡面的東西對得起來。把它當成食安恐嚇來聽，就完全聽錯方向了。這是一場關於名字的爭議，不是一場中毒事件。事情是2013年1月爆開的，當時一個消費者保護團體跟一家獨立的農業新聞媒體合作，把市面上包裝好的米粉買回來送驗。驗的不是有沒有農藥，不是有沒有防腐劑，驗的是一件很單純到有點好笑的事。這一包叫做米粉的東西，裡面到底有多少米？會想到要驗這個，本身就說明了問題。一包東西叫米粉，照理說裡面應該就是米，這根本不需要驗。但是業界早就知道不是這麼一回事，只是沒有人把它攤到桌面上。結果出來，大約86%的產品含米量過低，或是不符合當時的國家標準。更讓人意外的是，有些產品的包裝上明明白白寫着純米製，實際驗出來的含米量卻是0，1粒米都沒有。這裡我要老實說一句，當年到底抽驗了幾件不合格，比例是不是剛好86%？各家媒体轉述的版本不太一樣。我講的是當年媒體報道的數字，你把它當成媒體說法就好，不要當成定論。但是有一件事各家講的都一樣，不含米的米粉確實存在，而且不是1、2件。那不是米，那是什麼？答案是玉米澱粉，同樣是白色的、細細長長的、下鍋會軟的粉條，看起來跟米粉一模一樣，煮起來也差不多。一般人光用眼睛跟嘴巴實在分不出來。這也是為什麼這件事可以在市場上安安穩穩存在那麼多年，沒有人抓得住它。要抓得靠檢驗，得靠一份規定。這裡順便講一下什麼叫不符合國家標準。國家標準是一套自願性的規格，它會寫清楚一樣產品該長什麼樣子，成分該有什麼條件。米粉這一類產品也有它自己的一份國家標準，不符合国家標準，意思是它沒有達到那套規格的條件，並不等於它有毒或不能吃，這兩件事是分開的。當年很多人一听到不符標準就以為是黑心，其實中間差了好幾層。消息一出來，全台灣都在講這件事，新聞連着播了好幾天。很多人第一個動作就是跑去廚房，把櫃子裡那包米粉翻出來看背面。那個畫面現在回想起來很有意思，一整個社會同時低頭去讀成分表，而且很多人是第一次認真讀它。聽到這裡，多數人第一個反應是這些廠商真黑心，但是事情沒有那麼簡單。我必須替當年的產業講幾句公道話。第一，當時的法規根本沒有規定米粉要標含米量，沒有規定就沒有人標，沒有人標，買的人就看不出來。這不是有人刻意把資訊藏起來，是當時根本沒有一條線要求他們把這件事攤開來講。第二，用玉米澱粉不是偷偷摸摸的秘密，那是產業裡行之有年的慣例。玉米澱粉便宜，價格穩定，好操作，做出來的品質整齊。稻米的價格會波動，不同批次的米軟硬、含水、老新都有差異。對一間要天天出貨，每一批都要長得一樣的工廠來說，摻澱粉是很現實的選擇。第三，玉米澱粉本來就是合法的食品原料，不是不能吃的東西，它從來不是違禁品。台灣人天天吃的很多加工食品裡面都有它，這一點必須講清楚，免得有人聽完就把家裡的東西全部丟掉。話說回來，當年消費者會生氣也不是沒有道理，生氣的點不在澱粉，在那3個字纯米製，加了澱粉沒有講，那是資訊不足。
加了澱粉還在包裝上寫純米制，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這也是為什麼後來的規定要把含米量搬到正面，並且限制字體大小跟顏色，因為問題從來不是廚房裡放了什麼，是包裝上寫了什麼。早年的米粉当然是純米做的，因為那時候也没有別的東西可以加。後來加工技術進步，澱粉的來源多了，成本又低，這個做法就一路傳下來。它不是某一天有人開會決定要騙大家，它是幾十年一點一點劃過去的。所以當年真正的問題不是有人下毒，是一個名字用久了，跟裡面的東西脫節了。米粉這兩個字在買東西的人腦袋裡就是米做的東西，在產業的食物裡卻慢慢變成一種形狀跟口感的統稱，變成一種麵條的類別名。這個落差幾十年沒有人去處理，一放就放到爆開來為止。政府的處理速度其實不慢。2013年年初出事，同一年的11月29日，衛生福利部就公告了一份規定，名稱叫做《市售包装米粉絲產品標示規定》。公告的日期是民國102年11月29日，正式生效的日子是民国103年7月1日，也就是2014年的7月1日。法源是《食品衛生管理法》第22條，也就是規範食品包裝上面要標哪些東西的那一條，內容則是參考了米粉的國家標準來定。這裡有一個觀念值得多講兩句，政府這一次的做法不是禁止業者加澱粉，也不是規定米粉一定要100%用米做，加澱粉還是可以加，要加多少都可以，只是你必須照實講，而且要用对的名字賣，這叫做標示管理。重點是資訊透明，不是替消費者決定要吃什麼。想吃純米的人買得到，覺得加澱粉的比較好吃的人也買得到，前提是雙方都知道自己買的是哪一種。中間留了大概半年多的緩衝期，讓已經印好的舊包装賣完，讓包材跟印刷來得及換。到了民國103年7月1日那一天，全台灣的包裝米粉只要含米量不夠，就不能再叫米粉。新制把品名切成3級，這是整件事的核心，也是這一支影片標題留下來的那個答案。第1級，含米量100%，這種可以標純米粉，也可以就標米粉這2個字，裡面完完全全是米，沒有摻別的澱粉。第2級，含米量50%以上，但是沒有到100%，這一種叫調和米粉。這裡要注意一下，官方用的字是調和，調配的調，合起來的合，不是調和的和。米還是主角，但是裡面有別的澱粉在幫忙。第3級，含米量不到50%，這一級不可以再用米粉這2個字當品名，米已經不是主原料了，名字就不能再掛米粉，業者必須自己取一個跟產品本質相符的名字。那要取什麼名字？主管機關的問答集裡面直接舉了例子，可以叫炊粉，也可以叫水粉，答案就在這裡。標題說害他改名的不是黑心廠商，是包裝上多出來的那2個字，那2個字就是炊粉。你家櫥櫃裡那一包，如果包裝上寫的是新竹炊粉，那不是廠商自己想換一個花俏的名字，是民國103年7月1日上路的這一條標示規定，讓他非改不可。真正逼他改名的是一份公告，不是任何一家工厂。整件事的主角從頭到尾是那份規定，不是哪一個壞人。再補一個小地方，3級門檻的用字，官方的新聞稿寫的是超過50%，後來的官方文件寫的是50%以上，兩邊的用字有一點出入，實際上怎麼認定，要以規定的原文跟主管機關的問答集為準。我在這裡就不替他下結論。為什麼門檻要切在50%？道理其實很直白，一半就是主角跟配角的分界線，米超過一半，米還是這包東西的主體，名字掛米粉還說得過去。米不到一半，主體已經是別的澱粉了，這時候還叫米粉，名字就跟事實對不上。政府沒有去發明什麼複雜的公式，就是用最好懂的那一刀切下去。還有一段後續也值得知道。2016年11月，主管機關曾經跟新竹市政府還有業者談過，方向是只要含米量清楚標示，就都可以用米粉當品名。但是當時官員自己就說了，那只是初步共識，沒有定案，也沒有上路的時間表，之後也沒有看到任何正式的修正公告。所以到目前為止，仍然是民國103年那一版規定在管這件事。這一份規定裡面還有幾條是你在賣場真的看得到、摸得到的，我特別挑出來講。第一，只要品名裡面有米粉這2個字，不管是純米粉、米粉還是調和米粉，都必須在外包裝的正面
顯著標示含米量的百分比，或是同樣意思的字樣，不是藏在背面成分表的角落，是正面。你拿起来看到的那一面就要告訴你答案。第二，这個含米量的字顏色必須跟底色明顯不同，深色的底就要用淺色的字，不可以印一個灰底灰字，讓你怎麼看都看不清楚。這一條看起來很瑣碎，但是它擋掉的正是最常見的那一招，字有印，可是印的跟沒印一樣。第三，字體大小有下限，長跟寬都不可以小於4毫米，4毫米大概就是指甲的一小節。這一條規定就是為了讓上了年紀看小字比較吃力的人也能夠自己讀得到。第四，含米量到底怎麼算？是把食材包、油包、調味粉包這些附贈的東西先扣掉，再去算本體裡面米所占的重量百分比。這一條很重要。如果調味包的重量可以算進去，那分母就被慣大，含米的比例看起來就會失真。規定先把這些東西扣掉，算的是你真正會吃到嘴裡的那一把粉條。如果標示違規，主管機關可以依照《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要求限期回收改正，還可以處罰。這不是道德勸說，是有罰則在後面撐着的。把這4條合起來看，你就會發現這份規定寫的其實很體貼。它預設了一件事，買東西的人不會拿放大鏡，不會帶計算機，就是伸手拿起來看一眼，放進推車。所以答案必須夠大夠清楚，放在你第一眼會看到的地方。一條規定願意寫到字要幾毫米，代表定的人有真的站在貨架前面想過。規定一上路，最尷尬的就是新竹。新竹米粉這4個字是台灣人幾十年的共同記憶，也是新竹最有名的伴手禮。到新竹辦事，回程順手帶一包，這個動作台灣人做了幾十年。但是新制看的是含米量，不是看你在哪裡做的，也不是看你這家做了幾代人。新竹市的米粉工會開會決定，乾脆整批改名，而且照製程來分，用蒸籠蒸熟定型的叫新竹炊粉，用水煮定型的叫新竹水粉。絕大多數的產品是炊粉，水粉是少數。這個決定其實不容易，一個地方招牌喊了幾十年的名字，說改就改，等於要重新教育全台灣的消費者。那幾年很多人拿起來看半天，還以為自己拿錯貨架，或是以為這家換了老闆，店家也要一次又一次跟客人解釋，我們還是原來那家，名字是照規定改的。對業者來說，這一輪不只是換2個字而已，包裝要重新設計，印版要重做，庫存的舊包材可能整批報廢，通路上的標價、目錄、招牌全部要跟着換，這些成本沒有人補貼。所以不要以為改名是輕輕鬆鬆的公關動作，那是實實在在的一筆錢跟一段陣痛。炊這個字就是炊煮的炊，蒸的意思。這個名字其實不是新發明的，行內本來就是這樣叫，只是以前那是師傅之間的行話，新制上路之後被搬到包裝正面，變成了正式的品名。從這個角度看，改名不是掩飾，反而是把師傅口中最精確的那個講法還原到包裝上。那新竹米粉這4個字從此就消失了嗎？並沒有。主管機關講得很清楚，如果產品確實使用新竹的特殊製程，或是在新竹當地生產，而且含米量達到 100%， 品名標新竹米粉並沒有違法的問題。含米量 50% 以上的也還是可以用地域性的名稱，但是實際的品名要符合規定，而且要標的比地域名稱更顯著。所以今天在架上看到新竹米粉，它是有通過门檻的。看到新竹炊粉，多半是因為含米量沒有到可以叫米粉的那個门檻。這2種都是合法的商品，差別只在含米量，不在良心。常常有人問，那現在市面上到底是米粉多還是炊粉多？比例大概幾比幾？我要老實說，這個數字我查不到任何公開統計，官方沒有做，也沒有人普查過。網絡上流傳的比例都沒有出處。我不會為了讓這一段講起來順口，就隨便編一個百分比給你。你自己下次去賣場，站在那一排前面數一數，那就是你家附近最真實的樣本。既然講到這裡，真正的新竹米粉是怎麼做出來的，也應該讓大家知道，那是一門很費工的手藝。用的米是在來米，不是我們平常煮飯的蓬萊米。在來米粘性低，做出來的粉條才不會糊成一團，這是第一個關鍵。用蓬萊米去做，粘性太高，擠出來的絲會互相粘黏，曬乾之後一整片粘成一塊，根本散不開。
選米這一步就已經決定了成品的樣子。第一步是泡米，泡6到8個小時，通常就是泡一整夜。第二步磨浆，把泡軟的米磨成米漿。第三步脱水，把水分压出來，變成一塊一塊的果片。第四步壓果，把果片揉壓成果团。第五步蒸吹，先蒸到半熟。第六步擠絲，把半熟的果团送進機器，從一個布滿瞳孔的頭擠出來，一擠出來就是我們認得的那種細絲。第7步再蒸一次，這次蒸到全熟。最後一步是曬，攤開來日曬風乾，從泡米到曬乾大概要1天1夜的時間。你在店裡幾十塊錢拿起來的那一包，背後是這樣一整輪的功夫。而且最後那一步是看天吃飯，曬得太慢容易走味，曬得太急粉條會裂。老師傅要看今天的太陽，看風的方向，看濕度，決定什麼時候攤開，什麼時候收。這種事情沒有辦法寫成一張表格，叫年輕人照做，只能一年一年跟着做，慢慢摸出來。有些說法會強調傳統製程有幾道工序，數字講得很好聽，那個數字是業界自己的講法，不是官方或學術上的定義，怎麼切怎麼算都有人不同意。重點不在幾道，在每一道都得等，都得看天气。吹粉跟水粉的差別就在定型的那一步。用蒸笼蒸熟的是吹粉，比較細，最適合拿來炒。用水煮定型的是水粉，也有人叫粗米粉，形狀比較粗比較短。最常見的吃法就是米粉湯，同一批米，同一套工序，最後分叉在蒸還是煮，名字就不一樣。早市裡那攤熱乎乎的米粉湯，用的多半就是水粉那一路，粗粗短短，用湯匙也吃得順口。細的那一種拿去做湯，泡一下就軟爛掉了，形狀撐不住。老一輩挑米粉會先看粗細，不是講究，是知道這一包該去哪一個鍋子。新竹會變成米粉的故鄉，靠的是風。每年10月到12月，稻子收完之後，新竹一帶開始吹起強勁的東北季風，當地人叫它九降風。這一段時間雨少風大，最適合曬米粉，風夠強，米粉才乾得快，乾得透，不會悶出味道。南市那一帶又剛好位在雨影帶，風更強，雨更少，米粉工廠一間接一間開，地方上乾脆叫它米粉寮。1960年代初期，新竹曾經有100多家米粉工廠，整片曬場攤開來，遠遠看過去一整排白色，那是很多老新竹人記憶裡的畫面。這門手藝據說是福建惠安來的移民帶進來的，跨過海之後剛好遇上新竹這個風。接下來這一段可能會讓你有一點意外，加了玉米澱粉的那一種，煮起來反而比較 Q， 也比較耐煮，原因在蛋白質。做面條的小麥有面筋，面筋像一張網，把澱粉牢牢抓住，所以面條有嚼勁，耐煮，不容易斷。米的蛋白質形成不了面筋，純米做的米粉靠的只有澱粉自己粘在一起，澱粉放久了會老化，一老化就變脆，煮久了就糊，泡在湯裡容易斷，湯還會變得白白濁濁的。很多人有經驗，某一包米粉一下鍋就爛，撈起來全是短短的碎段，湯也混了。那不一定是你火開太大，很可能就是這個原因。加入玉米澱粉、小麥澱粉或是修飾過的澱粉，等於幫它補上韌性跟彈性。修飾澱粉聽起來很嚇人，其實就是把澱粉做一些處理，讓它比較耐熱、比較耐煮，不容易回生。這在食品加工裡面是很常見的做法。下鍋煮不容易斷，口感更 Q， 久泡也撐得住。對工廠來說還有一個好處，稻米的價格跟品質每一批都會變，加了澱粉，成品的穩定度就高很多，所以會出現一個很反直覺的結果。很多長輩吃了幾十年，覺得就是那個口感，就是那個味道的那一包，很可能正是含米量比較低的那一種。你的舌頭沒有背叛你，它只是很誠實的喜歡比較 Q 的那一款。知道了這個道理，煮法也可以跟着調，含米量高的那一種，本來就比較焦，泡水的時間短一點，下鍋之後不要一直翻攪，起鍋動作快一點，比較不會斷成一段一段。含澱粉多的那一種耐操，泡久一點，炒久一點也還撐得住，這不是什麼秘訣，就是認識了材料的脾氣之後的嘗試。這是食品科學，不是罪過。玉米澱粉是合法原料，吹粉是合法品名。整件事情從頭到尾只有一個爭議點，就是包裝上有沒有把話講清楚。至於哪一種比較好吃，那是你家餐桌自己決定的事，沒有標準答案。喜歡米香重一點的，就挑含米量高的。
喜歡耐煮不斷，炒起來一根一根分明的，那你本來就找到你要的了。不管是米粉还是炊粉，本質上都是澱粉類的主食，要吃多少，怎麼搭配，跟每一個人的身體狀況有關。家裡如果有慢性病的長輩，分量跟頻率，請跟醫師或營養師討論，不要聽網絡上隨便講。最後給你一個在貨架前面3秒鐘就能用的方法。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22條規定，包裝食品上面要標內容物的名稱，如果內容物是2種以上的混合物，要依照含量的多寡，由高到低分別標示。這句話翻成白話就是，成分表的第一項就是這一包東西的主原料。這不是我在教你偏方，這是法律規定的排列方式，所有包装食品都適用。買醬料、買飲料、買冷凍的火鍋料，同一招都能用。第一項寫什麼，這包東西的本體就是什麼。所以你把包裝翻到背面，找到成分那一欄，只要看第一個詞，第一項寫在莱米，那就是米做的；第一項寫玉米澱粉，那就是澱粉做的。就這麼簡單，不用查資料，不用問店員，3秒鐘，再加上正面那個含米量的百分比，一包東西的底細就攤在你眼前了。一個在正面，一個在背面，2個地方對起來看，誰也不用騙誰。要送人當伴手禮，這一招更好用。你想送的是那份心意，那就挑一包你自己看得懂，也講得出來的，心裡有底，送出去的時候也講得出口。這比在店裡憑包裝好不好看來挑實在多了。這就是10幾年前那一場正明事件留給我們的東西，它沒有讓誰倒閉，也沒有讓誰坐牢，它只是把資訊還給了掏錢的人。同一套邏輯，到今天還在用。2026年7月31日，監察院公布了一份調查報告，講的是市面上賣的蘿蔔糕裡面幾乎沒有蘿蔔。報告裡引用的先例是什麼？就是米粉這一條規定，含米量100%才能叫純米粉，50%以上叫調和米粉，不到50%不准用米粉這2個字。監察院要求主管機關比照米粉跟果汁這些既有的例子，去定出蘿蔔糕的標示規範。這裡要特別注意，那份報告糾正的對象是主管機關，不是做蘿蔔糕的師傅。回頭看，這一場正明事件真正處理的是一個很老的問題，名字是一種承諾。你在包裝上寫米粉，買的人就會相信裡面是米，承諾兌現不了，久了大家就誰的話都不信。2014年那條規定做的事，就是把名字跟事實重新綁回去，讓願意做純米的人，他的成本標得出來，也賣得出價錢，同時讓加澱粉的產品正正當當用自己的名字站在架上。10幾年前，米粉先走完了這一條路，所以下一次你站在貨架前面，看到炊粉這2個字，不用嚇一跳，也不用覺得自己被騙了。那2個字是一個記號，記着台灣曾經為了一樣食物的名字，認認真真炒過一次，然後把它炒清楚了。翻到背面，看成分表的第一項，再抬頭看正面的含米量百分比，要買哪一種，你自己決定。